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俄军在电子对抗方面的教训给了我们很大的警醒。我们正好可以借这个机会来进行对比分析，对我们的装备性能进行改进。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爆米说。这期话题我们说一说俄军的电子战在乌克兰战争中的教训。俄乌战争已经打了将近2个月，很多人都认为俄军的表现不好。在媒体的报道中我们也看得出来，这场战争的技术含量并不太高，无人机使用率很低，甚至精确制导弹药的使用的比例也不高。大部分战斗还是传统的地面战，总体技术水平可能连30年前的第一次海湾战争都不如。最近国外媒体开始关注曾经让北约十分担忧的俄军电子战装备为何在这一次战争中没有显示出威力。今天我们来分析一下原因。在战争的一开始，俄军的总参谋长瓦莱里·格拉西莫夫将军就命令俄军的电子战部队进入乌克兰，对俄军进行战斗支持，任务包括干扰、压制和封锁敌人的通信、导航和定位系统。为此俄军在乌克兰战场上部署了一系列的电子战装备。奥兰10无人机与 RB341B 电子战系统一起用于干扰卫星导航信号、3G 和4G 的通信。最先进的 RB301B 系统用于拦截和干扰乌克兰军用地面和机载的甚高频或超高频的无线电通信信号。RB636 系统用于定位和截获乌军无线电信号。RB109A 系统被用来降低通信卫星的传输质量和干扰通信卫星的信号。另外还有 R934B 干扰站，用来干扰低轨卫星的通信或制导系统。还有 ERL257 或 R330ZH 侦察或电子攻击自动干扰站，用来干扰美国空军 E3 预警机或美国海军 E2 预警机的远程雷达信号。可以说俄军配备的电子战装备是琳琅满目，这些装备曾经让北约是十分的担忧。但是为什么在这一次战争中没有发挥作用呢？为什么乌军仍然能够很好的指挥和控制被分割在各处战场上的部队呢？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乌克兰军队可能正在分散一些指挥结构，对通信的依赖降低了，限制了俄军电子战的发挥。美国陆军退役中将驻欧洲美军的前指挥官本·赫奇斯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认为俄军可能没有对付分散作战的经验，因为很难对敌方进行精准的定位，而集中指挥与控制的组织结构会发射大量的无线电信号，更容易被俄罗斯电子战的传感器探测到。而俄军正好是集中式指挥的组织结构，所以它的指挥所的电磁特征很容易被北约抓住并通报给乌军。我认为这很可能是俄军高级指挥员在前一阶段的战斗中大比例伤亡的原因。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布莱恩·克拉克认为，乌军普遍使用民用手机进行联络，信号被淹没在老百姓的海量手机信号之中，使得俄军很难在电子频谱中找到乌军，甚至连俄军自己也在使用乌克兰当地的民用移动通信网络。这说明俄军没有使用干扰机来干扰乌军的战场通信，因为干扰机既可以有效地阻断敌人通信，但如果技术不过关的话，那也会干扰自己一方的通信。俄军的无人机依靠俄罗斯的格罗纳斯全球定位系统进行导航，但格罗纳斯导航卫星的信号属于甚高频或超高频的这个波段。如果俄军对乌军的这个通信波段进行干扰，同时会干扰格罗纳斯卫星的信号，这表明俄军在电子战领域缺乏技术和战术，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是经费和训练的不足。另外，乌克兰军队也在使用苏联时代的 TA-57 野战电话作为最坏情况下的备用电话，使用电话线进行通信。电话机使用电池工作，这个老东西可以避免任何电子战的干扰。当然我认为俄军的电子战装备不可能一点作用不起仍然发挥了干扰作用，但是电子频谱是肉眼看不到的，乌军自己不说的话，那谁也不知道。真实情况要等战争结束以后才会慢慢的揭晓。
总体来看呢，俄军在头2个月的战斗中呢，有些教训是惨痛的，让我们看得很担心着急。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俄军在电子对抗方面的教训给了我们很大的警醒。我们正好可以借这个机会来进行对比分析，对我们的装备性能进行改进，对战术战法进行检验修改，将来好对付我们的对手。好，这期话题就说到这里。